你消失多年的青梅今天突然告诉你，其实我早就被选中成为魔法少女了。抱歉啊，这些年消失就是因为执行任务去了。看到你疑惑的表情，他掏出了代表身份的星之石。可你疑惑的不是这个，而是这个能变身的石头，你也有一个。这天你在家里做饭的时候，房门被敲响，打开一看，是一个气喘吁吁的少女。你是云离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我今天终于自由了。你当场愣住。虽然你们俩是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，但这家伙4年前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莫名疏远你，后来干脆玩起了失踪。你也没多想，猜测是可能因为年龄增长，觉得男女有别。云林毫无形象坐在地上，我要最爱吃的那个。你叹口气，你怎么知道我家还有？说着从冰箱取了一串糖葫芦。话说你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？这几年难道是被人抓走了？云林一边吃一边说，嗨，阿凡你想多了。你知道魔法少女吗？当然知道，这可是整个世界最热门的话题。原来10年前怪物突然在这个世界降临，各国各地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灾难。好在危机时刻，一种名为魔法少女的职业横空出世，成功打败怪物，拯救世界。他们之后自发形成了一个名为协会的组织，用来保护世界。但你的了解也仅限于此了。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云离一脸严肃。你知道这几年我为什么没有再主动找你吗？为什么？难道说？没错，因为我去当魔法少女啦。魔法少女，你没开玩笑吧？可下一秒，云离的身体发出光芒，等光芒散去，看到他手里的巨剑，你就感觉世界观碎了一地啊！怎么样，现在相信了吗？你无比吃惊，所以现在为什么没有主动告诉我？说着，他取出了一块翠绿色的宝石。其实原因很简单，每个魔法少女都有一定的任职期限，一般是5年。我的星之石已经开始变得暗淡，这也意味着我即将要退休了，还有半年我就不再是魔法少女。总部让我来找接班人，顺便担任新人的指导工作。可你看到石头后却表情古怪。说起来，你是怎么被选中成为魔法少女的？其实就是某天，星之石突然出现在我身边，然后就有一只自称精灵使的存在和我签订了契约，然后我就这样了。也就是说，有那个石头就能成为魔法少女？对呀，当然，精灵使还预言说，新的魔法少女也将会在这片地区诞生。如果阿凡你看到同样的星之石，一定要告诉我，说不定她就是新的魔法少女呢。话说精灵使是什么？云林还没回答，一只小东西就从他肩膀上钻了出来。就是和魔法少女签订契约的精灵啦。这就是我的精灵使帕姆。不过阿凡你也看不到就是了，只有魔法少女才能看到，是吗？好奇怪哦，怎么感觉你能看到一样？你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，你说的星之石不会就是这个吧？然而下一秒，一只带着白光的小精灵飞了出来，啦啦啦！被伟大精灵女王选中的人人女孩，准备好成为魔法少女了。你挠挠头，这如你所见，好像的确有什么搞错了。不行，重新沉睡，我最起码要2年半才能再醒。我说你是你就是，可是我是男的呀。马飞呵呵一笑 ，Wait， 你凭什么定义你自己的性别？等下，精灵使，你确定要让阿凡成为魔法少女吗？马飞点点头，她就是天选魔法少女。放心，肯定不是因为我不想回去睡觉之类的。好了，现在就开始第1阶段华丽丽的变身吧。等等，别，我还没准备好。呜哈！变身后，你看了看自己的身体，这小腿，这服装，变身啦！我知道大家这会儿的表情是什么，那就弹幕一起走一个吧。我变成魔法少女了。马飞点头，让我看看你的心愿石上写着属性是圣光，擅长增幅治疗。云离道，阿凡变成了一个增幅治疗的魔法少女。我找一下你的武器是，应该是剑吧？会是剑的吧？你的武器是阿姆斯特朗加速回旋式圣光阿姆斯特朗魔法炮，简称阿加圣魔法炮。等等，你刚刚是不是说2个阿姆斯特朗？这不是重点，这什么鬼啊？我不是增幅治疗系的吗？这是魔法少女该有的东西吗？马飞耸肩，没毛病啊，只要你把怪物荡平了，伙伴们就能得到充分的增幅和治疗了。大炮光束划过天际，振奋士气，又避免了伙伴受伤，很奇怪吗？也有道理啊。云离叹了口气，真没想到阿凡，原来我带的新人是你。看向马飞，可是这样不符合规定吧？马飞呵呵一笑，哎呀，别管那么多，赶紧出发去打败怪物，为我们美好的世界做出守护吧。马飞发动传送魔法，等3人再睁开眼，已经来到一片冰天雪地的森林中，而且看气候环境不太像是蓝星。你有点懵啊。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这还是国内吗？云离呵呵一笑解释道，这个地方叫贝罗伯格，魔法少女现在都是前往外星系解决危机，目前有一大批能控制人心的魔剑流落到了各大仙州，我们的任务就是解决灾难，回收魔剑。那我们怎么回去啊？云离想了想，那到时候看看有没有什么单子离仙州近点，抄个小路喽。话还没说完，天空中突然坠下上百根有树一般粗的冰锥，云离目光一闪，老铁来！
话音刚落，巨剑到手，只听叮叮叮，冰锥结束的瞬间，全都被打飞了回去。秘技无限弹反，你愣住了，这伤害全还回去了？没错，这是老铁的绝招。老铁说的是那把剑。与此同时，反射过去的冰锥被一把黑色魔剑打了个粉碎。视线镜头的那位红着双眼，魔气缭绕，居然是一只熊。可恶的魔法少女，为什么你们可以得到神的赐福，其他人拿到圣剑都可以化为人形美少女，而我只有身体变成了熊？不是啊，我也没问你的故事呀，你怎么开始自己解说了？你们根本不懂我的痛苦。这些获得了美丽躯体的魔法少女，我要一个不留抢占，然后这样那样，然后嘿嘿。你一阵恶寒，咦？云里叹口气，果然已经被魔剑影响了嘛？你疑惑，这说的什么意思啊？马飞解释道：哎呀，就是这些魔剑，其实啊，在熔炼的时候都融入了碎阳，这些碎阳生前大多剑技高超，拿着魔剑的人就会自动变成剑术高手。本来吧，这种设计是很好的，但强大的力量往往伴随着风险，持剑者在使用过程中会不自觉被碎阳影响神智，所以就要让魔法少女们来回收呀。这时，云里头也不回，趁我挡住的时候，你快拿出武器。你点头，伸出手，圣光散发，隐藏着光明力量巨炮呀！现在我唤醒你的真名，出现在我面前吧！阿姆斯特朗加速，阿姆斯特朗螺旋喷气炮。可下一秒，一堆零件掉了下来。怎么这魔法炮还要自己组装啊？另一头，秦昊狞笑：姐，魔法小亮亮，我来啦！冲过来的瞬间，云林双手持剑一个跳劈，秘技真续大剑停胸车，两名剑空中相撞，秦元昊被震飞出去。可交完手后，云林的脑海中通过剑看到了某些画面，居然一阵恶心，差点吐了一地呀！地公司命在上，我有罪，你可以惩罚我，而不是让我和这样的变态对剑，然后看到他想对我竹马变成了魔法少女做那些事情。你懵了？不是，怎么突然就自言自语起来了？马飞解释：嗨，云林将天生就有能和剑对话的能力，估计对面的人和剑一样都是变态。秦元昊右臂流着血颤抖，魔法少女不过如此。不是哥们儿，你要不要看看你被打成什么样了？我曾经也是一个魔法少女狂热的粉丝。喂，不要擅自性回忆啊！可是没有心愿石愿意回应我，为什么我的愿望是那么的强烈？就因为我是男的吗？你虎须一人，感觉事情并不简单。但是神剑回应了我，它带给了我力量，让我能够匹敌魔法少女的力量。没错，做不了魔法少女，我就做掉魔法少女，赐予我力量。那个少剑，云里还是没缓过来。那你也不该在这里为非作歹。我不管，我就对魔法少女。然后，咦，你黑着脸，云里，你让一下。等等，你等一下，魔剑是要回收的，已经晚了。阿姆斯特朗加速回旋式圣光阿姆斯特朗魔法炮发射，一道黄金的魔法光波倾泻而出，瞬间淹没了秦昊的躯体。与此同时，原地只留下那把魔剑。云离飞身上前，一把抓住，顷刻莲花。只见那魔剑化作流光，缓缓融入了老铁的身体。这是云离点点头，回收魔剑的必要工作而已。你忽然意识到什么？这把巨大的老铁难道说已经融合了许多魔剑吗？这会儿马飞不知道从哪跳了出来，恭喜二位完成了这一单魔法少女冷门订单，正在寻找下一。你等会儿，寻找仙州地段的魔法少女订单。马飞摊手，不好意思，你们的下一站在匹诺康尼，更远了啊！准备要起飞喽！喂，我们还没准备好呢。于是你们就这样开启了在宇宙中寻猎魔剑之旅。而在猎到第18把魔剑的时候，马飞提醒到，有极强的邪恶干部出现在了仙州罗浮的星沙海，速度征召大量魔法少女前往。此时的仙州罗浮，一个不离人拿着手机，正拍着不离人大军们和云虚君以及魔法少女战斗的场景。哎呀妈呀，太吓人了！家人们，我回去打仗了啊！老铁们，双击66！话还没说完，老铁在他头上记了。云离环视下四周，这罗浮居然有这么多丰饶民，没有时间管那么多了，你快掩护我组装阿加圣魔法炮。一大波不理人正在靠近，云离顿时摆好姿势，一个不长眼的率先跳出，姐，那个拿剑的不好惹，先干掉这个后排。可忽然快冲到你面前的瞬间，一股无形力量强行将他掉头。不是，这怎么还带嘲讽的？一剑砍下，狗头飞起。云离把剑往地上一插，还有谁？一起来吧！这会儿只见到一群不理人蜂拥而至，可你看到了什么？云离横着老铁弹反，还是弹反。只要有不理人想越过他，就会被嘲讽回去。嘿，孙子，小小的躯体跟堵成墙一样，这也太有安全感了吧！此时狗头人中忽然撞出一个巨大的身影，单手提刀。云离硬吃下这一击，快速弹反居然被挡住了。看来他就是这里的邪恶干部头目了。这个家伙的确有点实力，一人和云离斗得有来有回。忽然间一炮射来，吃我这个一圣光背刺啦！趁着头目被分神的一瞬间，云离缓缓举起了老铁。下一瞬间，那把巨剑居然更加膨胀，突破了天际。老铁，上！上绝浮云，下绝地境。轰
隆一声，晴天巨剑落下，战场局势瞬间逆转。经历了一夜的战斗后，这次不理人的袭击也终于被平息。你和云离被魔法少女协会点名嘉奖，并邀请你们去了一趟另一个星球，也就是协会的罗浮分部。而你们到大门口的时候，发现门牌上写的居然是神策府。这时，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走出，正是静元将军。云离小友应该早就知道了，小凡小友可能有所不知。搜魔法少女协会，其真名叫做仙州联盟，为了让男性人快速接受，所以就用了这么一个概念设定。你懵了？这都可以啊？不过嘛，虽然这已经很离谱了，但我更想知道，为什么我一个男生也会变成魔法少女呢？静元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哦，小友居然是男孩子嘛，这确实有些蹊跷。这样，你们先回去，奖励我们会在几个工作日内打到你们的魔法少女账户上。以后的协会活动要加油哦！你将信将离的和云离走出神策府，事已至此，我们也已经没有退路了。看来我的退休大业也要延后了。而马飞这时蹦了出来，你们俩别吵吵了。在附近又出现了邪恶干部的气息。出发！阿姆斯特朗加速回旋式圣光阿姆斯特朗魔法炮。你们走后，警员拿出了一个早已暗淡的星之石，默默看着出神。这会儿后院走进一个曼妙少女，一阵光芒后，燕青褪去了魔法少女的状态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